夏言，信息安全精英论坛的嘉宾名单和资料我都发你公司邮箱了，记得查收。好，加油。夏言，你是不是得罪薛老大了？你也觉得他对我有敌意？不是觉得，而是事实。他交给你的任务简直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啊！可是，在我的字典里没有 impossible。袁大海教授，刚才那个被劝退的小齐，就是卡在这个袁大海教授上的，2个多月都没能搞定，只能收拾东西回家了。这个袁大海教授啊，是业内大拿，全国计算机安全信息领域的资深教授。他来做主讲人，必然会提高这次活动的品质，所以上面就定下来非他不可。可是他拒绝了。小齐给他发了好多邮件和短信，他愣是不搭理。后来小齐直接跑到袁教授学校的办公室，直接被他叫来的保安轰出去了。僵持了2个月，愣是没跟袁教授说上10句话。对，所以说你在这瞎讲，是不是？袁教授，根本都。袁教授，同学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刚刚听了您的课，有个疑问。说说。您说保护大数据信息的有效措施是基于开发公司的良心，还有用户的自我保护意识。哦，我说的不对吗？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提供更安全的锁，但是呢，这个锁能不能用上，取决点并不在于我们造锁的人身上。那如果在建房子的时候，为这栋房子特制一把安全锁呢？小姑娘，你是几班的？你可以把你这个想法呀，好好的构思一下，然后写出来，我们一起探讨。对不起，袁教授，我不是这个学校的学生。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言。袁教授，您能给我几分钟时间？胡闹！小王，叫保安来，这里有不是本校的人在捣乱，赶他出去。袁教授，我们袁教授不接商业活动的，你别再来烦他了。我们不是商业活动。再怎么赶时间也要吃饭的呀。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有点急事儿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怎么你也找到这里来了？这是我们活动的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小李，到。你好，袁教授，您下班了。他不住在我们这小区，不能进啊。是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我们的精英论坛真的是公益性质的，不是商业性质的。也不能大声喧哗。再见。夏小妍同学，你这才去新公司几天啊，就累出黑眼圈了？小心未老先衰啊！喝杯果汁，补充一下维生素 C， 挽救一下你的皮肤吧。他不想参加商业活动，我理解。但是我们的活动明明不是商业性质的，他为什么连一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呢？哎呀，你就别想了，有些人的脑子呢，不是我们都能明白的。你说袁教授一个搞网络安全的，随便去哪个公司不是高薪啊？非要留在学校搞学术，当一个穷教授，跟小磊一样不开窍。哎，我突然间想起一事儿啊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给小磊介绍过一个高薪兼职，他也是说什么都不去，非要留在那书店打工。我当时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为什么。小磊肯定是觉得你那兼职不靠谱，在书店打工更稳定。才不是呢！你看你也想不通吧？我也是过了大半年才知道，他跟我说那时候书店2楼有一个猫妈妈生了一窝小猫，他就是为了照顾那窝猫，才不肯换工作的。猫？对啊，莫名其妙。顽固的人都有坚守，有铠甲就有软肋。这个袁教授的软肋到底是什么呢？夏言，
我叫你过来是来陪我聊天的，你就只知道忙工作。喂，半年前袁大海也参加过其他公司的活动吧？这几家公司的共同特点是什么？共同点。哦，我发现第一家公司是苏大计算机系的合作单位，第二家公司的 CEO 是他的学生。也就是说，都跟他的学生有关。好像是，而且我还听说，1年前袁大海帮他的学生联系了一家公司赞助，想做一个研究课题，但是因为学校的阻拦泡汤了，因此袁大海还找到学校领导大吵了一架。没想到，这袁大海对他的学生那么好。那不是一般的好啊！总之，谢谢你，有什么新情报你再告诉我啊。当初他以为我是学生的时候，对我也挺好的。也就是说，学生就是袁教授的小猫。虽然不知道他拒绝我的原因，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个让他无法拒绝的理由。这什么？是校招实习生的策划案。校招实习生跟运营部有关系吗？自己的本职工作还没有做好，就替人事部讲方案。你要是对他们工作那么感兴趣，可以申请调离运营部啊。薛总监，我是为了安全论坛主讲嘉宾的事情做的这份方案。公司办事有章程，你的意思是以后每请一位嘉宾都要按照你的意愿来改变章程吗？可是方案不通过，出去。好。徐总，你找我有事吗？着装不错，不过你可以下次试着再放开一点儿。要是没有其他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去找袁大海啊？你怎么知道？我看到了人事部的批复，你提交的校招实习生方案已经通过了，是为袁教授准备的吧？切入点不错，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袁教授捉摸透，并且知道他爱惜人才，还知道拿公司的政策为你所用，值得鼓励。谢谢徐总夸奖。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？别喝咖啡了。饮水机那儿不是有花草茶吗？该休息的时候就得好好休息，别到时候分了手，怨工作拖累了自己。哎，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吃，但我这都到家门口了，没有办法呀。对，我就在家楼下呢。你好啊，是不是？不是本小区业主不能进，我是这小区的呀。请刷卡。卡不是找不见了吗？你帮我看一下啊。摘下眼镜就能找得到。摘呀，摘呀，你倒是摘呀。再见。你好。袁教授，袁教授，袁教授！
袁教授。你没事吧？我的脚没事。袁教授，这有一份策划案，您看一下。为了帮资本家来忽悠人，值得这么拼吗？袁教授，您是一位老师，难道您不希望您的学生以后努力工作吗？我教的学生都是做技术的，跟你不一样，他们通过努力所得到的，都是真实的成果。他们努力的成果是产品，我们努力的成果是让产品被更多人认识。不必说了，你去医院看一下你的脚吧，医药费我来付。我的脚没事儿。你还挺诚实的。我从来不说谎的，袁教授，这份方案与我们的活动无关，是关于您学生的，所以还请您看一眼。我的学生？所以，你们想利用我的学生来跟我交易？不是的，您的学生都非常优秀，我们公司很需要他们。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了公司的审批，不管您是否来参加我们的活动，都会执行的。你这就是活动策划？对，请您过目。我不看，我相信这份策划写的一定非常好。可是我怎么知道你们会按照这个策划去执行呢？袁教授，这份策划书将由公证处公证，并由他们监督。如果有任何违背了公益精神，或者是违背了这份策划书上的内容，我们公司不但会赔偿您巨额的赔款，还会由公证处发布公告还您清白。这个你能做主？这个我倒是不能做主，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，如果公司不答应这个要求，我一定不会再出现在您面前。这可是你说的啊。袁教授，那如果公司答应了，您是不是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论坛了？你的脚真没事吧？谢谢你，谢谢袁教授。论坛嘉宾的邀请情况怎么样？问题都解决了吗？袁教授已经答应做主讲人了，夏妍已经把签好的合作协议带回来了。答应了。对，协议在这里。校招实习生，谁给你的资格让你替公司做决定，用这个条件来做交易的？签这份协议之前，这份方案已经通过人事部的审批，还有备案了。人事部。其他问题还有吗？根据嘉宾的邀请情况，通稿和物流我们已经对外投放一部分了。前几天和总监您讨论过的关于秀我新版本第2季度的线下活动达人秀，我们已经在筹备当中了。这次不仅有线上作品的投票比赛，还有线下的培训活动，所以我们前期接触的部分网红，因为时间的关系都推掉了。还差多少？还差15个。运营部现在的工作效率都这么低了吗？你们是都当末位淘汰制闹着玩是吗？秀我新版本下个月就要上线了，活动必须按期举行，意味着你们至少要提前半个月积极预热。一共才50个人，给我差15个，这个月绩效还能不能完成了50个人，需要这么多吗？Amy， 既然你无法胜任，就把手头工作交给夏言。SG 从来都是效率为先，能者多劳，我们不给任何人机会拖公司后腿。所有人提高警惕，打起精神，不要以为走了一个小棋，你们每个人就多了3个月的时间。
喂，亲爱的。你现在不会还在公司吧？哎呀，都这么晚了，我一忙就忘记看时间了。是不是饿了？你这么一说，还真有点儿。要不然你跟小磊先吃吧，我这赶紧忙完了，然后我再回去。我都好几天没见你了，我一定会尽快回去的。行，你路上别着急，注意安全。饿了的话就去楼下便利店买点吃的，先垫垫肚子。好。那我先工作了。夏磊怎么说啊？他在加班，晚点回来。好吧。还没下班？徐总，没事，坐。达人秀的事情时间比较紧张，所以我加了个班，整理点方案。准备的怎么样了？线上的宣传是美琪他们组在负责，主页的宣传海报已经和企划部对接过了，还有比赛页面的功能需求和产品部已经开过会了。线下的发布会还有活动场地是艾米和悠悠他们在负责，具体相关物料已经开始筹备了。听薛总监说，达人秀的名单还没敲定。还差15个。看什么呢？笑成这样。你看看，这小孩是不是挺逗的？小胖子哈。逗吧？还穿个恐龙的衣服。饿了吧？要不我去把汤端出来，我们先吃。要不等夏言回来我们一起吃吧？没关系，等他回来我再给他做嘛。那我去吧。没事没事，坐着去。来，汤好了，我拿下垫子。小心点。冬菇乌鸡汤，你们女生喝了补气养血。来，好香啊！真羡慕你们。你说当时我们学校啊，有那么多对儿，我们认识的人里面，到现在还在一起的，也只有你和夏言了吧？我梳理了一下网红的名单，发现了一个问题：我们找的网红类型太过单一。这事儿和薛总监商量过了吗？还没有，我只是梳理了一下名单，写了个方案初稿。我看看。好。目前大众所认可的网红，普遍都是长相漂亮、打扮精致的女生，但其实这样的女生只是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。所以我在尝试，我们可不可以打破既定观念，加入不同类型的达人。徐总，你觉得呢？先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吧。行。吃饭吧。不了不了。紧张什么？让你吃饭又不是吃你。不是，我还要忙方案的事情呢。那这份沙拉我吃了，徐总你不介意吧？吃这么少？晚上吃太油腻的不健康。这鸡蛋给你吃吧，我不爱吃。您不吃就放着呗。浪费可耻。你这么晚还在下班，男朋友没意见？所以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应该考虑给员工发情感补偿费啊？
可以啊。如果你们分手的话，我可以考虑补偿一笔费用给你。徐总，我虽然有工作，但是我也有个人的生活。你自己慢慢吃吧。方案就按照你的想法梳理出来，明天交给我。刚聊2句工作，又开始胡说。你提议结业 party 之前，从这50个达人中淘汰掉20个。对，具体方案我已经上报给薛总监了，但他暂时还没有给我回应。这次活动自筹备开始，上面就已经放权给你们运营部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你的这个方案，薛总监为什么没有给你批准？也或许是因为一下淘汰20个人，影响太大，需要慎重考虑吧。那现在给你个机会，说服我。好。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，加上线上的数据分析来看，其实并不需要50个达人那么多。而且经过筛选留下的30个达人，他们已经囊括了各种类型，风格都很独特。如果再有重复定位的，反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。那合同的事呢？怎么解决？我记得秀我跟他们签订的是达人秀的劳务合同，至于深度合作的合约，本来是想等达人秀完成之后再签署。不过我当时跟他们谈的时候，确实是有拿深度合作在谈，这个我可能需要花一点时间跟他们好好解释一下。报告我也看了，确实是有理有据。不过我很好奇，当初是你自己一个一个签下来的合同，如今要亲手抹杀自己的成果，你就这么下得去手折腾自己？我只是站在公司的立场上，提出我能想到的最好的解决方案而已。我还以为你是为了把你的朋友从 SG 撤走，故意兜了这么大个圈子呢。徐总，对公对私我分得清，你想多了。是吗？这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，是你想多了。既然你都已经决定了，那就自己挖坑自己填吧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，结业仪式抓紧准备，活动要紧，个人感情生活建议先放一边。个人生活还有工作，我自己会调配好的，就不劳徐总您费心了。我也这么希望。但是呢，有人让我放心不了。实在没有时间跟你一起吃饭，只能让你请我喝酒，你不介意吧？当然不介意，您喝，我负责开车送你。我就住上面的酒店，不用开车。那我陪您喝。算了，不想喝就别喝，反正你又不像我，不需要借酒消愁。郝总有什么愁的？能不难过吗？结束的不只是婚姻，朋友、事业全没了。也不是全没了，不是还有我们这个项目吗？现在这个项目只是替别人搭桥，我没有自己的公司，很难揽到大的生意的。那就再成立一家公司啊！以你的能力，新公司一样可以风生水起。成立公司在哪？哪都可以啊，比如新州，你有这么多人脉，成立公司绰绰有余。你希望我留在新州？也不一定是新州，深圳、上海都有那么多合作过的公司，就看你想待在哪儿了。我想留在哪儿？你猜不到吗？
哎，徐总，这么巧又见面了。郝总，没想到在这儿能遇见你，来出差？我的事儿你没听说？我听说郝总重获自由，恭喜。所以过来见个人，说不定就留下了呢。这是徐总的地界儿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。郝总，你谦虚了，你人脉这么广，到哪儿不都是你的主场？对了，徐总，介绍你认识一位我特别看好的青年才俊。这位是一天公司的销售主管林浩，这位是 SG 的首席技术官许成义，许总。这位是马克。徐总啊，不仅是 SG 最年轻的高管，而且在新州甚至是全国也是技术水平最过硬的 CTO。你以后要多多向徐总学习啊，徐总。你以后也得多给我们年轻人机会。不错，多多。好像是有点。我该回去了，你们继续。慢走啊。拜拜。你这衣服上都什么味儿啊？除了烟味儿就酒味儿，还能有什么味儿？那你下班回来就把衣服直接塞洗衣机里呗，那么懒呢？忙啊，每天都很忙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了好几个电话，你怎么都没接呀？谈生意，陪客户喝酒，回来太晚了就没给你去电话了，怕吵醒你嘛。家里来过女同事啊？没有啊，我这儿就是个和尚庙，只为你开着嘛。这是什么？这不是你的口红吗？这不是我的，这是从你衣服里面掉出来的口红。我衣服里的？怎么可能？我一男的我又不用这个，用这干嘛？涂嘴上当小丑吗？还是当其他的什么东西啊？林浩，我很认真的在问你。今天怎么了？我没什么，我就想知道，这到底是谁的口红？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衣服口袋里？生什么气呀？我是真的不知道啊。你别告诉我，你是买来送给我的。哎呀，而且还是用了一半的。夏言，你最近太累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们去旅游吧。我昨天晚上给你打电话，你为什么没有接？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？我昨天在外面陪了一天的客户，手机没电了，你先冷。别碰我！你去哪呀？先别着急，我慢慢说。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的衣服里面怎么会掉出一支女人用过的口红？我有点害怕了。
好了，自己先别乱想。你跟林浩3年的异地恋都过来了，怎么现在反而不自信了？我不是没有自信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。我看到那支口红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好像有一只猫一直在挠，我的脑子里啊，就一直出现那个姓许的跟我说的那些奇奇怪怪让我分手的话。然后我就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就质问林浩，冲他发火。可我明明知道林浩他那么好，就算我那样无理取闹，他还是会包容我。他还担心地问我，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，压力太大。一想到这样，我的心里就特别的难受。你现在想要解决问题，那咱们首先就要把问题弄清楚，到底出现在哪儿。不管是那个姓许的对你莫名其妙的态度也好，或者是那个让你失控的口红也好，咱们都弄清楚了再说，好吗？夏言，你去哪了？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，你都没接，急死我了。是我不好，都怪我，让你误会了。找到口红的主人了。我在北京合租的室友小强，他女朋友放到我们公寓的。我回来前打包行李，不小心给卷到衣服里了。哦。啊，你看，这聊天记录。这个是他女朋友的照片。你要不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他打电话，你亲自跟他确认。好了好了，收起来吧。我知道这段时间你忙坏了，等你忙完了，我一定带你去乌镇玩玩。啊，生气了啊？啊？林浩，林浩，你开门，是我夏言。林浩，你开门，我是夏言。小姑娘，你找谁呀？阿姨，我找我男朋友。你男朋友住这儿？嗯，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小姑娘，我记得这小伙子啊，前2天晚上带了个姑娘回来，不是你吧？哦，也可能我记错了啊。我们眼神不行。
我有话要问你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什么？林浩的事，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去找马克了？他以大表姐的名义跟我保证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真是守不住秘密。可你却正好相反，明明早就可以说，却一直都不说。如果我一开始就告诉你，你男朋友出轨了，你会信吗？我当然不信。可是那样做对你又有什么损失吗？你是怕我误会你，别有用心？不会吗？你都已经把我当成大灰狼了。你要是怕我误会你，就会守口如瓶，对我男朋友的事情只字不提。可你却总跟我说一些摸不着头脑的话，就是因为那些，我才觉得你是色狼的。你不觉得你这样做自相矛盾吗？你是个聪明的人，你不会不知道你说那些话会让我误会。可你为什么要说？你是想看我会不会被你迷惑，还是想看我值不值得被拯救？会不会像林浩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可能这么无聊？那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和你有一样的遭遇。在我大学的时候，谈过一个女朋友，毕业之后她出国深造，我们异地分开了几年之后，她就和别人在一起了。这真是一个俗套到不值一提的故事。总之，我看见你，我就会想，如果是当初的我，会不会也希望一个外人来告诉我他出轨了？这个问题没有答案。一方面，我不希望自己被蒙在鼓里；另一方面，我不希望以那样的方式知道真相。所以，就像你说的那样，自相矛盾。原来你跟我有一样的遭遇啊！不过当时觉得你是真的蠢，竟然会被林浩那种档次的男人追。不过今天我了解原因了，你有那样的父母，在那种环境下长大，你一定觉得爱就像空气一样必不可少，理所应当。你不是笨，你是幸运。就算这次有人背叛你，下次你还是会相信爱情的，对吗？那当然了，遇上了一个渣男，又不代表全世界都是渣男。这就是我和你不一样的地方。总监，您找我啊？进来。把门关上。嗯。这个月绩效考核结果看了吗？嗯。有什么想法？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成绩垫底，这个月要是再这样，你打算怎么办啊？一个个都不让我省心，你一个，夏言一个，他是突然请假人就不来了，突然销假人又回来了，这让别人看到我们运营部做事多不专业啊！虽然他现在人回来了，但是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2个。那怎么办啊？夏言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人才，在能力方面，他也的确比你要强。不过你别紧张，你是我带出来的人，我自然舍不得你走。只是公司有公司的章程，
你只能靠你自己。要是再不努力，谁都留不住你了。所以该怎么办，你自己真的要好好想清楚，明白吗？你看艾米今天状态不太好。是啊。艾米怎么了？她已经连续2个月绩效考核垫底了，再这么下去，她可惨了。刚才我还看见薛老大找她谈话呢。哎，薛老大刚才找你谈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年度方案的事儿呗，让我们抓紧点想。你提这个我头都大了，我上哪儿给他想去啊？我还是随便写一个应付他。艾米，艾米，哎，公司的年度项目征集，以往被选中的大概都是什么样的类型主题啊？大概是围绕……他虽然人是回来了，但是这个月旷工那么多，肯定要扣积分的。到最后，垫底的应该就是你们俩。什么类型都有啊 ，SG 旗下涉及的领域都可以。他们主要是参考项目的整合啊、可行性啊、推广性啊。对，你说的这范围太广泛了，你跟我说的具体一点。大概其就是这么个意思吧。艾米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你是在担心绩效考核的事情吗？你别太担心了，你也是运营部的老员工了，不管是资历还是能力，你都没问题的。你这话说的多轻巧啊！你当然不用担心了，我又不是你，什么难题到你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况且你背后还有徐总给你撑腰呢，我们哪能跟你比啊？对不起啊。现在大家手里拿着的，就是我们运营部进入复赛资格的2个方案，分别是由美琪和夏妍完成。这2个方案我和薛总都已经看过了，今天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想听一下大家的意见。美丽 Online， 这是一个主打时尚女性的闲置物品交易平台。对，我在做方案之前，对女性化妆品相关做过市场调查。因为网红效益，女性在购买化妆品和护肤品的时候，越来越倾向于网上做好功课便直接下单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肤质不同，适合大家的未必就是适合自己的，所以就会出现假制蜜糖、以制砒霜的情况。那么问题就产生了，化妆品一旦拆封使用过，就没有办法退货，花了钱囤了很多根本用不上的护肤品。可是现在二手交易平台那么多，大家都可以在上面置换自己的闲置化妆品，你的提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所以，我们美丽 Online 最大的亮点就是，我们将推出最强鉴定团，我们将提出存疑的化妆品、护肤品、奢侈品，进行免费的鉴定。如果大家对美丽 Online 没有任何疑惑的话，我们来聊一聊闺蜜星球。社交软件，现在市面上的社交软件不是已经很多了吗？的确，现在市场上的社交软件并不少，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就要放弃这一块。相反，这正好认证了市场的需求。如果我们可以挖掘垂直领域，抓准细分用户，我觉得值得一试。普通的社交应用已经囊括了所有的用户层，我们还有深挖的必要吗？所以，我们就要在功能上
进行创新。我是网易云音乐的深度用户，平时听歌的时候我就喜欢刷评论，可以分享听歌感受的平台有那么多，为什么还有大批的用户喜欢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刷热评呢？因为同好聚集。对，同好。只有在这里，你可以找到跟你在同一个深夜聆听同一首歌的人，感受共鸣。聚焦闺蜜，一般的好友圈功能还不够吗？如果是想打造全民闺蜜的话，的确不够。女生在一起平常讨论的会是什么？就是分享。大家喜欢分享最新的口红色号、最新买的衣服、最近的感情观、爱情观。她们可以通过6人定律构建起自己的一个星球，这也就是闺蜜星球这个名字的由来。秀我已经是一个很成熟的女性时尚购物平台了，还有必要花大力气去做社区吗？相比较而言，我觉得美丽 online 更适合秀我接下来的发展。可是闺蜜星球如果真的做出来了，一个庞大的社区流量对秀我的作用可是没法比的，而且还能大幅提升秀我的用户粘度。你看网易云音乐不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吗？可是美丽 online 同样可以引流啊。现在大家2份方案都已经看过了，你们觉得哪个更好？我觉得闺蜜星球吧，虽然挺有想法的，而且看上去生活、音乐各个方面也包容的挺多的，但是就是想法挺好。石总，你觉得呢？这2个方案都很不错，相较而言，美丽 online 更能让人看到它的功能性，以及对秀我用户需求的延展。美丽 online 是一个好项目，但作为 SG 最重要的项目，我认为闺蜜星球更合适。石总，就这么决定了，散会。这个提案我已经和管理层开会确认过了，项目是你提出来的，就由你从头开始负责。给你5个人的名额，组建自己的团队，任你自己选。以后关于闺蜜星球的任何事情，可以直接找我。我怎么？没信心啊？不是啊。2天的时间和产品组把细节讨论出来，尽快进入开发阶段，能做到吗？能。加油！这么快公告就出来了？什么公告？夏言的闺蜜星球定下来了。这么快就定下来了？刚才徐总和薛老大差点吵起来。谁吵起来？就因为这件事吗？薛老大还是觉得你的方案更好，可徐总坚持要开发闺蜜星球，说是美丽 online 可以作为补充内容加入到秀我新的3.0版本中。可是闺蜜星球涉及到 SG 时尚事业群下阶段的资源整合，必须马上开发，这点啊，没得商量。那还说什么了？我听总经办的人说徐总当着董事长的面立了军令状，他个人对闺蜜星球负责，说是闺蜜星球上线1个月，一定会做到注册用户过1000万。新的社交网站啊，1个月就要达到1000万，这也太狠了吧！就是嘛。总监，徐总那边让我挑5个人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徐总已经跟我说过了，以后你的事情直接向他汇报，不用问我。可是有些同事他们手头有要紧的工作，我怕突然抽走了会给总监你这边带来麻烦。就算有麻烦，那也是我的事，你不要自己的团队还没有建立好就开始操心我。好，我明白了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把门带上。
产品的细节我和同事们已经梳理出来了，还有闺蜜星球项目组的小组成员名单也拟定好了。艾米也入选了，你自己点的兵，自己要负责带好。我会的，谢谢你。最近这个词儿出现的频率是不是有些高了？我反而觉得有点不太适应。谢我什么？方案啊，谢谢你的肯定。不让一份有价值的方案被埋没，是我的职责所在。至于它的价值要怎么体现，还是得看你自己。如果你要谢我的话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只是我这个人比较实在，这上嘴唇碰下嘴唇，轻飘飘的2个字，对我毫无意义。我今天早上刚给你打过钱的。昨天晚上项目奖金刚发下来，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2万块钱转账。这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我在徇私，故意让你拿到这笔钱，好早点还债呢。剩下的钱，我会尽快还的。你自己安排好吧。我要是总说不及的话，你肯定又要以为我意有所图。徐总，这次是我意有所图。运营部的末位淘汰制，可不可以考虑取消啊？理由？运营部有很多项目需要团队的协力才能完成得更出色。这种制度虽然加强了竞争氛围，但总给员工一种身后有狼在追，不得不全力奔跑的危机感，搞得员工之间都有所忌惮，不得不藏死。比如呢？比如，我身边有的员工最近可能陷入了项目的瓶颈期，而我正好想到了一个好点子，但这项目呢又不是我的项目，那你说我是出手相助还是视而不见啊？反正他完不成任务，正好解除了我被淘汰的危机。那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怎么选？我怎么选不重要，大家怎么选才重要。末位淘汰制虽然筛选留下精英，但是整体的办公效率不一定有所提升。可是这个方案是薛总监提出来的，而且已经实施了1年。不过，你的方案我会考虑的。好，那我先出去了。等一下。不是给你个人的，这是闺蜜星球项目组每个人1张，公司2个月的食堂饭卡，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要加班，算是公司一点小福利，拿着吧。我和我的小团队会加油的。新军哥，前2天给你们公司发的那份简历，现在还没有人回我呢，你能帮我问一声吗？谢谢。对不起，怎么了，艾米？我之前对你太过分了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因为我觉得你是比我后来的，却处处表现比我好。
我心里压力很大，害怕自己被淘汰掉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故意不配合你的工作，还疏远你。谁都有压力大的时候，只是发泄的方式不一样。那天我说话不是有意的，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。不管是袁教授还是达人活动，都是你靠自己一个人的努力来解决的。我那天心里实在是太乱了，所以，哎呀，过后我想想，真的是觉得很抱歉。好啦，我知道了。接下来的日子我们一起努力。都过去了。我那么小心眼儿，你还拉我进你的小组，你这么信任我呀？你有你自己的长处，你经常能想出一些暖萌暖萌的点子。这对闺蜜星球来说啊，必不可少。你总不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心血吧？不会不会，我不会的。接下来呀，是证明你自己的好机会，别错过了。那夏言，你原谅我了吗？看你表现吧。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你挺讨厌的，但是一听你说话，就情不自禁的被你洗脑了呢？就情不自禁的爱上你了呢？快去工作啊！所以在我们闺蜜星球，广告的投放将会更加贴近用户的需求，用户的满意度提高之后，各位的利益才会有所提升。来，我再提一杯，来。继续喝，来。徐总，您肯亲自出山，我觉得这个项目错不了，我投了。对了，我听说徐总把这市面上最火的几个健身软件都给吞了，还加上这个什么什么闺蜜，这女性市场的大蛋糕啊，至少被吞下一半。徐总投你，我放心。其实这个项目主要不是我来负责，而是由我们夏小姐负责。但是我非常看好这个 APP 的前景，也会成为未来几年内我们公司的主推项目之一。相信其中的利益不会让各位老总失望的。原来是位大美女啊，怪不得。我们几个跟徐总可是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，能把徐总请出来站台，不一般。对呀，我听说徐总都立下了军令状。军令状？徐总，您这是为了江山呐，还是美人呐？徐总能带领我们 SG 走到今天，靠的就是能力、魄力，还有识人的眼力。当然了，也离不开各位老板的支持。请各位相信，徐总绝对会以各位还有公司的利益为先，绝对不会徇私。我在这里代表徐总敬大家一杯。徐总，这眼光真好。你这部下不仅长得漂亮，而且聪慧能干。我看这是 SG 的未来之星啊！我也敬各位老总，祝各位老总财源滚滚，生意兴隆，日进斗金。呵，这么传统的祝酒词儿，我可是有些年头没听过了。老话说得好呀，酒是陈的香，词儿是老的好。好，那感情我们喝了这杯酒，就能跟着徐总一起哗啦哗啦数钱了。对呀，大家一起数钱，哗啦哗啦那种。那咱们一起举个杯吧，我敬大家。好。来，徐总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么说的话，你喝一杯可不够，至少啊要喝3杯。那这样好不好？我打个圈，每个人3杯，怎么样？行，咱1杯都不能少。行。那杨总，我先从你开始。好。来，杨总，我给你倒满啊。好，先忙。你等会儿啊，咱俩一会儿喝，咱俩一会儿单喝，别着急啊。何总，
干。我给你买上，买上。好。哎，艾米小姐，这我们也不能老让你陪我们喝吧？我们夏小姐是不是也陪我们喝几杯啊？是这样的，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您喝。徐总，那这要是您的话，那可就不止3杯了。你说了算。好，来。夏言，徐总就交给你了，你一定要安安全全的把男神送回家呀。徐总为了闺蜜星球付出了太多了，太累了，喝了太多了。我不多说了。小袁，闺蜜星球的初期开发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，接下来大部分都是测试部门的工作。接下来，闺蜜星球的前期预热和用户引流，你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NK 是现在国内最大的年轻女性生活分享社区，和闺蜜星球的重叠性很大。如果能和他们谈成这个用户引流的话，对闺蜜星球来说是极大的助力。我明白了。他们都喝对，他们都喝不过。他们你最能喝，哎呦我的天！没事，小放心吧，这是我家，熟着。小心，你站好，扶好。我先走了啊。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许你走，你不能离开 SG。SG 是你最好的平台，你不能为了任何人放弃自己，任何人都不行，知道吗？我不会离开 SG 的。除非你有更好的机会，那时候就算你不走，我也会跟你走。当初就是我鼓励林薇去的美国，虽然后来但是我不后悔，那是他的机会，他应该自己把握住。你鼓励林薇去美国，我鼓励林浩去北京，结果我们都错了。我们只是失败了，但是我们没有错。你许成义也会承认自己有失败的时候。走了，带你看个东西。你小心啊！小心，站好。
这是什么？这个是我失败的项目。既然都失败了，你为什么还放在桌子上啊？我就是为了提醒自己，不要忘了每一次失败。这些项目都是你做过的？嗯。这个训言是？那个是我11年的时候做的，结果你都知道了。在市面上好像没有见到过呀。同时期类似的软件有很多，尤其是国外，成熟的软件较多。公司认为没有开发的必要。不过说真的，我还挺喜欢这个项目的。我还以为你一直以来都是一帆风顺的呢。你知道吗？成功比别人多的人，失败也自然比别人多。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，才会一帆风顺。哎，这个 side up 不谈与工作无关的事，不得语气调戏、动作暧昧，更不准有肢体接触。你这是约法3章。弄得还挺正式的。这个不是我丢的手链吗？怎么会在他这里啊？我们以前在哪里见过吗？我扶你去沙发上休息吧。没发现，睫毛还挺长。
你怎么才回来啊？都几点了？不是让你别等了吗？先去休息吧。你这么晚都没回来，我休息得了吗？我放心吗？我就是去谈合作啊，能有什么危险的？你看你，都困成小猪了，还硬熬着。你喝酒了？我没喝多少，都是他们喝的。辛苦了，那你快点睡吧啊，我上去了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怎么了？你说啊，有个人他捡了别人的东西，没有还回去，就偷偷的放在自己家里，而且一放就是好多年，这个人什么心态呀？贵不贵啊？如果贵的话，他肯定是想自藏了。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个不值钱的小东西。不值钱？那不值钱，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有纪念意义。纪念意义？其实一个物品的价值不一定要用金钱来衡量的，一个一文不值的东西，可能对别人来说确实无价之宝。比如沈君儒老先生，他生前就喜欢收藏石头，但是对别人来说，这石头就是石头嘛。在他眼里啊，每一块石头都是特殊的纪念品。哎，你突然问这个干什么呀？什么东西啊？谁捡了什么呀？嗨，没什么，我就随便问问。好了，你赶紧回去睡觉吧。不是，我都聊星星了。这么晚了，你赶紧回去睡吧。啊，睡觉去吧。晚安，拜拜。话总说一半。我睡了啊。你也早点休息啊。晚安。拜拜，晚安。这能有什么纪念意义？这个不是我丢的手链吗？怎么会在他这里？贵不贵啊？就是个不值钱的小东西。那说明这个东西对他来说有纪念意义。我们夏小姐是不是陪我们喝几杯呢？夏小姐虽然业务好，但是不胜酒力。这样，我陪您喝。不许走！
放着这么大个办公楼舞台，要把皮晒太阳，这人可真奇怪。请问你是严总吗？我是 SG 运营部的夏妍，闺蜜星球的项目负责人。严总，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有时间对 SG 新开发的项目谈一谈呢？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严总现在正在忙，请您下回再来。严总，我们这次真的是很有诚意的跟您合作。您可以先看一下我们的项目表。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严总现在正在打球，有什么事请您跟我讲。来，我们这边请，请这边请，请。今天你去 NK 了？我就是要来汇报这件事的。你说 NK 拥有全国最大的女性生活分享社区，跟闺蜜星球的用户定位很有可能重叠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跟他们谈成用户引流的合作协议，我觉得对闺蜜星球的前期推广来说是极大的助力。但是我也说了，这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。你既然都说了，不就是想让我试试吗？那试了结果呢？你见到严长军了吗？见到了。见到了。嗯。NK 从来都不接受 S 级的预约，你是怎么见到的？我以前在星辰工作的时候研究过 NK。爱瑜伽当时如果能跟 NK 合作的话，应该也不会被收购。但是老孙他不赞成我的意见，觉得还是卖掉比较保险。不过我的功课也没有白做，起码让我知道了严长军每周都会去 NK 大厦对面的平台上打高尔夫。那见面之后呢？他拒绝跟我谈合作，准确的说，他是拒绝跟 SG 谈合作。他这个人还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你很了解他？你查了这么多资料，你应该知道我和他曾经是校友吧？我知道，你们俩先后毕业于新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系，但是他比你大一届，照理说应该认识。但是同样是在新州的 IT 界，却从来没有合作过。外界有很多猜测，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。你来就是问我这个的？我无意打探你的隐私，只不过要是跟工作相关的，我们俩就是互相看不顺眼。反正这事儿呢，你不用管了，NK 我来搞定。怎么，不想放弃？才碰了一次壁，达不到要放弃的地步。那行，那你就再试试吧。遇到任何问题，可以随时找我。嗯。昨天你喝了那么多酒，头疼不疼啊？没事了。喝了某人熬的汤，舒服多了。还有一件事情我想问你，在星辰的电梯口遇见之前，我们见过吗？昨天在你家里，我不小心发现了一件我几年前丢掉的东西。我这个人不是很喜欢在办公的地方聊私事，尤其是这么重要的私事。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
3年前在新洲机场，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，但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注意到我。机场？因为那个时候你正在忙着哭。啊？我们抱歉的通知，您连轴转了1个多月，好不容易喘了3天年假，都约好跟你去香山看枫叶了，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呀？是不是低血糖了？你等一下。你把这个吃了，应该会好一点。要不这些都给你吧，如果你还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就多吃几个。是你啊，你那天低血糖。因为那个时候正在准备秀我的上线，所以我就加了几天班。其实那个时候我是去机场接人的。你那天真的吓死我了。哎，小心！你等一下。给你。所以，那天在星辰的电梯间，你是认出我了，才一直盯着我的。所以，我的手链是3年前在机场掉的。各位旅客请由我能起飞了！我先走了，请您抓紧时间上飞机，谢谢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手链确实是我捡的。原来是这样。NK 那儿，你要不然你不用担心了，我会搞定的。